3年后，晚秋，风中带着清冽的、属于季节更迭的气息。A 市西郊的墓园里，层林尽染，金色的梧桐叶铺满了石阶，踩上去发出沙沙的温柔的声响。沈明辉的墓碑前，沈燕正安静地蹲着，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着石碑上每一寸冰冷的纹理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很专注，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、庄重的仪式。擦拭干净后，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只放上一束花，她从随身的话筒里取出了一卷图纸，在墓碑前缓缓展开。那不是一张简单的速写，而是一份完整的、已经建成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效果图。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，洒在一群正在画画的孩子身上，整个建筑充满了生命和希望的光辉。这是回光工作室的第一个公益项目，也是他送给父亲的一份迟到了10余年的答卷。爸，他低声开口，声音平静而温和。我用您教我的第一样东西，建了一个能守护很多孩子梦想的地方，他们都很喜欢那里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墓碑上父亲那张温和的笑脸上。我曾经很恨这个世界，也恨您，恨您那么轻易就放弃留下我们。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有些伤口是会疼上一辈子的。对不起爸，我花了太久的时间才学会理解您。在他身后不远处，陆景飞静静地站着，他没有上前打扰，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个清瘦的背影。他不再是那个试图为沈燕遮挡一切风雨的守护者，而是成为了一个给予他足够空间，让他独自完成与过往和解的陪伴者。他知道这是沈燕必须自己走完的一段路。在陆景飞的身边，怀抱着大提琴的小韩已然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看着哥哥的背影，眼眶微微泛红。她抬起琴弓，没有言语，一串悠扬而深沉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淌而出，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。那琴声庄重宁静，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思，却又在每一个转折处蕴含着无限的温柔的慰藉。它像是对逝者的告慰，也像是对生者的安抚。一曲终了，沈燕缓缓站起身，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被摩挲的边角都已起毛的陈旧的信封。整理您遗物的时候，在家里的旧书里发现的，是您写给我的一封没有寄出的信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在悠扬的琴声余韵里低声读了出来：吾儿沈燕，见字如面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或许我已经不在了，请不要为我悲伤，也不要心怀仇恨。仇恨是一座坚固的牢笼，它会吞噬你所有的才华和感受爱的能力。我一生引以为傲的，不是那些冰冷的建筑，而是能看到光影在墙壁上变换时，内心的那份悸动。孩子，请永远不要失去这份悸动，去爱，去感受，去找一个能看懂你画中光影，也能拥抱你心中阴霾的人。记住，最坚固的建筑不是用钢筋水泥，而是用爱和理解建造在人的心里。读到最后，沈燕的声音已经带上了无法抑制的哽咽，一滴滚烫的泪从她的眼角滑落，滴落在那泛黄的信纸上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就在这时，一双温暖的手从身后轻轻地环住了她的肩膀。陆景飞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将自己的下巴轻轻地抵在沈燕的头顶，用一个无声的、坚定的拥抱给予她最深沉的支撑。沈燕反手握住了环在身前的那只手，紧紧的，十指相扣。父亲的信像一场迟到了10余年的最温柔的祝福，他终于可以毫无负担地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和解。回程的车里，夕阳正浓，金色的光线穿过车窗，将车内染成一片温暖的橘色。小韩在后座已经靠着他的琴盒睡着了。沈燕靠在副驾驶上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。陆景飞伸出右手覆盖在他的手背上，轻轻地摩挲着。在想什么？陆景飞问。沈燕转过头看着他，在夕阳的光晕里，陆景飞的侧脸轮廓显得格外柔和，那双曾经锐利如刀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一片深不见底的温柔之海。在想，沈燕的声音很轻，我以前以为我的世界是黑白的，是你把它变成了彩色。陆景飞闻言轻笑了一下，他腾出手揉了揉沈燕柔软的头发。不，他说，声音低沉而认真，你的世界从来都不是黑白的，它只是被阴影覆盖了太久，而我只是那个足够幸运的被你的光芒所吸引的人。他曾经以为爱是拯救，是给予，
是将一个人从泥潭中强行拉入自己那个光明的世界。可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他才真正明白，爱不是拯救，而是理解；不是给予，而是共担；更不是将对方变成自己的模样，而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找到那条光与影的交界线，然后在那里共同建造一个全新的家园。车子最终停在了回光工作室的楼下。工作室里，巨大的天窗下洒满了夕阳最后的余晖，空气中漂浮着松节油、画纸和咖啡混合的令人安心的味道。陆景飞的法律书籍和沈燕的设计手稿被随意地堆放在同一张桌子上，两只不同款式的马克杯并排放在窗台，墙上挂着沈燕画的陆景飞在法庭上辩论时的速写。这里是他们的世界，一个融合了理性与感性、秩序与创造、光芒与阴影的世界。沈燕走到画架前，拿起一支铅笔，在纸上落下了新的线条，而陆景飞则靠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翻开了一卷案宗，安静地看着他。光线从天窗流淌下来，将沈燕专注的身影和他笔下流淌出的世界都温柔地包裹了起来。陆景飞看着他，看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物里时那张平静而满足的脸，他想起了初见时那个浑身是刺、用冷漠将自己包裹起来的少年，又想起了画册里那个独自承受着巨大痛苦，却依旧在画里为妹妹保留一片晴空的哥哥。最后想起了此刻这个在他身边找到了安宁，眼底重新燃起了不灭光芒的爱人。他曾经傲慢地想要将沈燕从他满是阴影的世界里拉出来，到头来却发现是沈燕让他明白了何为真正的坚韧与温柔，是他教会了他如何去爱。陆景飞的嘴角缓缓地勾起了一个极淡却发自内心的笑容，他放下了手中的案卷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片光。他知道他这一生都将心甘情愿地追逐着这道光，守护着这道光，并且与这道光一起去照亮更多更广阔的世界。